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和做慈善总是给人一种在表演的感觉？为什么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慈善之心？什么是真正的慈善精神？为什么郭美美和她背后的人连赈灾的慈善款都敢贪污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人的性格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仁爱之心这个部分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仁爱之心，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。仁字在汉语中由仁和二两部分组成，可能是想表明仁产生于两个人的相互交往。对文字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，因为它并不代表生活。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。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做出浅薄的论断，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，这绝不是事实。孟子曰：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儒教教人温良，佛教劝人慈悲，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。更何况中国人有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，他们一旦要行善时，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，并做出各种善事来。这个善事是带引号的。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、建立麻风病院、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等。因为中国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，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。戴维·希尔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，发现杭州城有30家慈善机构，每年的开支大约8000英镑。但是冒昧地说，这些慈善机构仍然相对不足，因为中国人口众多，尤其是大闹市区人口密集，他们需要大量慈善机构。中国发大水或闹饥荒时，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，也为穷人捐赠衣物。这些事情也不全由政府来做，民众自己也互相帮助，共度难关。这类耗资巨大的事例并不罕见。灾荒年头，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，相当必要时，他们会被允许在车棚里、空房子里住下来。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遭到拒绝，他们就会采取行动，实施报复。这时让步是最明智的做法。另外，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，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，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。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，中国人大概也都这样认为。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，有的人对自己做过的恶事直言不讳，引以为耻，也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，并引以为荣。善恶的结果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，并决定了他的来世。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天性。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，他们总是执着地为来世考虑。在他们眼里，来世不过是现世的伸展和延续。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。有时公开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。1889年4月，杭州的官吏为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，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。但古都的民众对这一做法的态度，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。官吏贴出告示，行此无上善举，必得善报。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。可是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进行抵制，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。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，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，对我们来说属实罕见。为穷人提供棺材，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并重新埋葬，烧掉捡到的字纸，以免他们遭到亵渎，买活鱼活鸟，把它们放回大自然。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，免费种豆，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，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。因此，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，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，
就退居其次了。而这些陈旧的做法又几乎如出一辙，千篇一律，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、动头脑。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，撒网捡鱼，当然比帮助站在门口的乞丐容易得多。况且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，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，那就是鱼一入水，鸟一出笼，他们就自谋生路去吧。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，鸟儿和鱼儿们不能指望放生他们的人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。对人来说，他们只是在积德，在做自己的事。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，那他们可管不了。在中国，扇门难开，关上更难。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也没有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。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。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，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疗眼病，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。后来乞丐的眼睛痊愈了，他重获光明。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，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，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，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，雇他看门。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，而他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，但是他却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。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，虽然只有一例，但估计并不罕见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，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，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。在这里加一句，这样的中国人太典型了。我以前发现，中国文化是一个邪恶的文化，它教育人做善良人，然后他把这些善良人当作养料，却去供养那些恶人，这就导致生活中出现一类怪现象。中国人对善良人吹毛求疵，对作恶之人却宽容大度，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而对那些行善之人呢，却是要求他们牺牲小我成就大我，不过是做别人的肉垫池罢了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，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，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，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。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，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终止了。比如说，人们经常长期痛苦的煎熬，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，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，可是政府只给一点救济，就把他们打发了，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。理由不用说，谁都知道，政府的钱用完了，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，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。政府也很清楚，如果不给一点救济，天气转暖，瘟疫就可能爆发，人们大批地死去，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，更容易引起麻烦。腊八舍粥也一样，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，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。腊月初八这天，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。按照风俗，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，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的，最让人难以下咽的。这就是所谓的行善，人们以此来积德。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，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，因为即使是穷光蛋，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。即便如此，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，或换上更好的食物。一天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来讨粥，他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，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。今年的义务他已经尽了，良心也得到了满足，他是个仁慈的人。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，米价暴涨，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，因为他们行不起善。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，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，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。众所周知，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，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，
因为他们一无所有，也无所畏惧，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。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，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锲而不舍，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，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。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，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。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，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，绵延不绝。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，人们也同样对待。通过这些，你将认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，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。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，行善者一切行为的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一些。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，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，即无论何种事情，好事也罢，恶事也罢，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。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，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，如大饥荒中，可以充分肯定，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，也不能阻止无耻的官吏鲸吞手中的赈济款。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和赈济款上，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，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在这里加一句，即使在今天，中国人的这一特点变了吗？我们一起感谢郭美美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，他们所了解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。在他们看来，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，这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。这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。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，表示人的汉字与其他和感情相关的汉字不同，它没有以心字做偏旁，这说明它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诚意的，其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慈善活动应是一种本能，无论有无明确的必要，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。中国人完全缺乏这种精神，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。如果中国人想创造出真正的慈善，就必须经历西方人过去的经历，把仁慈变成人生的重要成分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仁爱之心这个部分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